每次节目都要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今天的电影呢，跟车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部电影叫做Apague el motor y baja del coche. Ich kann nicht. Sag uns, was los ist. 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然后我们现在有完整版的讯息会在每周四，也就是我们首播的隔天上架 Podcast。然后想要听到更完整、更丰富的讯息，欢迎大家上 Podcast 来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名称是？节目名称叫做《解封吧耳朵》。对，没有啊，是因为陆师傅讲太多了，姐夫很难做特效啊，就是很难卡这样子。然后每次都跟姐夫讲说我不知道这一集要讲什么，然后就开始讲之后然后就一直被催描述跟然后就讲了3个小时这样之类的，没有极速引爆这个电影嘛，对不对？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它好像它是还蛮精彩，但是我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我觉得它跟就是之前德国的一部什么别下车，好像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天哪！你居然有看过这部电影？我跟你讲，真的很厉害你一开始给我片名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什么啊？是更早以前一部片叫《Speed》。那个是谁跟谁在火车上面，然后就是不是在火车上，对，不是张董，你看很早以前的片子呢，是基努里维跟山卓布拉克，对，基努里维跟山卓布拉克。这个别下车呢，它也不是原创电影哦，它是改编在2015年出的一部电影，叫做《炸掉银行经理》。好直白的片名哦。其实这3部电影基本上是同样的故事，然后人设只有在别下车里面是不太一样而已。赵宇正这个人，我觉得如果有看韩剧的人也一定都会知道，他是最厉害的绿叶的角色，所以就是有一点像是刘冠廷的状态嘛。可是刘冠廷一下就变主角了，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绿叶。然后极速引爆呢，其实他第一次真正担任男主角的片子嘛。我觉得他的整个情绪的铺陈，我觉得是可以渐渐看到他的那个线性的那个变化，然后跟程度上面的差异这样子。我们现在就以极速引爆这个电影来讲，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骆师傅觉得他的星座能量会是什么样？这个星座其实一开始我在看那个中文翻译片，然后又想到就是山卓布拉克跟基努里维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想说那跟速度感可能会跟就是火象星座可能跟牧羊或者是说可能跟什么射手会比较有关系。可是看了它的内容之后，其实我会发现它并没有就是要你不准停车，或者是速度感上面，它其实并不是这部片主要去表现的。然后再来看到它里面探讨的一些议题之后，其实我会觉得它会比较多的像是大企业，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爸爸他为了他的家人，然后他去做了一些努力，跟这个凶手之间的这个互动。你说讲到家庭，我立马又想到了巨蟹座。对啊，所以其实你看一下它的上映时间是在今年的韩国的是2021年的6月23号，6月23嘛，6月23其实是刚好刚开始巨蟹座的这个时间，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就是他在家庭的这个部分上面是会展现那种亲情的羁绊，但是它的主题又是我们巨蟹的对宫是一个摩羯座的一个能量的探讨。因为像我们一般在谈到大企业、大钱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会跟我们的摩羯座这个跟企业或者是企业体社会结构有关系的星座扯上关系。但是我们讲到它里面讲到的是那种买卖，然后运用别人的资源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同时也就会想到就是跟企业有关的另外一个星座就是天蝎座，因为天蝎座的守护星冥王星，它也同时是掌管所谓的大钱，而且那个大钱
不见得是自己的钱，而是用别人的钱，然后去成就某些事情。在这部片里面，我们看到在讲那种人性丑恶或人性纠结的部分的那个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其实这部片我并不会把它颁给天蝎，而是颁给更接近这种社会现实残酷，然后有钱没钱，然后阶级上面的这个部分，我会颁，又是企业，那我就会颁给摩羯比较多一点。心理分析，我们要心理分析一下片中的一些主要角色。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讲男主角赵宇正。那赵宇正他在里面就是90%，我甚至觉得到100%都是他的戏。他好累哦，他领的片酬应该不少这样子啊，对不对哈？那赵宇正在里面，从头到尾他展现了很多很多方面的情绪跟性格，你会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星座能量？他在整部片里面，我会觉得他就是给人家一种可靠，然后亲切，或者是虽然说不是那么的活泼，但是你会感觉到他是温柔的一个爸爸的一个形象。他在以往我们看到的，不管是韩剧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他基本上都是演反派居多。好，这是题外话哈。那他是个爱家，他是个爱小朋友的爸爸，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跟家人的关系，我觉得他会多的是以工作为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会觉得说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土象特质会在里面，而且再加上他的行业别设定，他是一个算是银行家嘛，对啊，银行家或者是说投资方面的这个部分，投顾方面的，对，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是会跟比较多土象星座会去做连接。所以土象星座是哪些？土象星座的话，就是金牛、处女跟摩羯这3个星座。金牛、处女、摩羯 ，OK，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会看到说，他整个就是不管他的整个给你的感觉，或者是说他在中间跟歹徒之间对话的那个氛围，你就会觉得说他比较没有像是处女那么多的锐利，或者是这么多的会跟他去做反驳的这个部分。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讲到就是谈判或者是口语或者是心智流动方面，算是风象星座的强项啦。那在土象星座里面，最能够完整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的，其实是我们的处女座。那可是因为我在这里面，而且再加上他所在的这个职位多一点是那种金牛或者是摩羯，在面临突发状态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可变动性或者是可以想到的方法，其实没有办法那么快或者这么灵活，或者是直接跟对手一来一往的这种状态，他一直处于一种被压制，但是他可以承受这种被压制的一种高压的一种状态。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在这边我会觉得他可能金牛或者是摩羯的可能性可能会高一些。那赵宇正他本身是什么星座？然后我就发现他其实是1月16号生的摩羯，但是我会觉得他在这戏里面有比较多的就是金牛的那个温柔的这个部分存在里面。摩羯也有可能啊，是没错。讲完的赵宇正之后，那我们要讲的是他在中间才出现，那就是拆弹专家刘德华。没有拆弹专家不是刘德华，因为刘德华有演过拆弹专家啦，对。这个韩国的拆弹专家叫陈庆，他也是韩剧里面大家都常常会看到的一个角色。陆师傅有看到的什么样的星座特质？我会觉得他那种女教官、女教师的形象其实还蛮明显。什么东西？女教官是穿的那种很紧身的那种，不，那个是叫做性感女教官，我们只是普通的女教官，你不要这样吧，不要天蝎座什么都跟性扯上关系，好吗？好，然后对，其实我会觉得她会有一种比较严肃的女教官、女教师的那个形象，然后同时你会发现，其实她很会察言观色，她其实都只靠一个很小的眼神或者是很小的一个动作，大概就可以判断出一些事情，所以他对于分析资料、收集资料这部分其实又是非常的清楚的。他在判断事情的这一方面又很果决，
对啊，包括这种果决，并没有所谓的选择性障碍，然后以及就是马上去修正。我们有人可能会对这个行为称之为自圆其说，但是他可能也是一个在资料分析上面发生错误之后马上去修正的这个动作，其实也都算是我们处女座很会做的事情。处女座就是把自己那种设限很多之后，然后自己打破。对啊，好像是在麦纳斯那集里面嘛。对，但是他是收集资料完之后，有判断错误，然后对立马去做修正。像他里面他发现错误的时候，或者是说发现那个警官是拿狙击枪的时候，他直接就是开骂，他不会跟你就是协商说，对，他不会跟你这样，他就是用事实说一切。我们就是来就是把这个我收到资料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结果，他就是把它讲清楚说明白。陈庆在这个角色里面，其实作用没有我们刚说的那两部《别下车》跟《炸掉银行经理》的拆弹专家的角色来的更丰满一点。因为我要说的是，在其他这两部电影里面，它的卖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一镜到底。拆弹专家的出场，他是大概至少有5分钟的一镜到底，然后从他车下车，我们在电影里面有看到他下车的画面嘛？对，然后在其他两部片子里面，他从下车的画面，然后开始在跟探员对话，观察四周，再决定说他应该要怎么做的那种状况之下，那个一镜到底其实是从地面，然后到最后拉高，用空拍机拍耶。OK， 炸掉银行经理跟别下车这两部电影，它的卖点其实是在这里，但是在极速引爆里面其实就少了一点点。我在一开始在考虑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一讲到就是很会察言观色的星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不免就会想到几个啊，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天蝎座嘛，因为他很爱观察人，然后很喜欢观察人。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我们的巨蟹座，我们巨蟹座也是很心思细腻，然后而且很多话他都在心里，但是他都看在眼里，他都没有讲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理小剧场很多的处女座，他其实他不但是会看，而且他会讲出来。所以其实就是我就在想说，这3个星座他可能会是哪一个？但是你从他的整个感觉，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严格的女教师的一个形象塑造，她就是有话直说了，而且她也不会有太多的母性，就是包括她跟小女孩的互动，你会发现说她就是刚正不阿，有事该做就是该做，所以这比较像是一种土象星座能量，比较不会像是水象星座的那种动之以情，或者说我们对你是比较温柔，或者是说用一种劝说的方式让你脱离那个险境，它只是让你就事论事，就说你现在不下车你就会怎么样，你爸爸就会怎么样，我答应你 OK， 你说你爸爸怎么样，好，我答应你会怎么样怎么样，而不是说你放心。对，如果想要比较一下这个拆弹专家，可以去看其他2部片来比较一下。拆弹专家讲完，我们也换一台车了，好不好？好对，换一台车来。可惜电影里面没有办法那么说换就换就是了。我们可以啊，怎么样？好啦，很任性，姐夫的任性。里面也是很关键性的一个角色，那就是女儿这个角色，在韩国片是由如果大家还是常常看韩剧的话，你会知道李在仁这个童星真的很会演。你不看我知道，对，这个小女儿的那个角色的人设上也是设定的非常的丰富丰满，对不对？从开始到最后的那个感觉，我们就觉得这个小女孩怎么一下子突然长大了一样。对啊，所以说在这个角色里面，洛师傅觉得一开始我其实对她的印象就是比较觉得他是有这个角色，对，就是觉得说好像有这个在，但是然后变成一个是协助他弟弟的一个公用性的角色，对。可是，一直到最后拆弹专家介入他们父女之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透露出来讯息，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她是比她爸爸敏锐的一个女孩。哎呦，我现在很紧张，我现在很紧张。为什么？我又觉得你要讲天蝎座。
对，我觉得他是天蝎座。真的假的？为什么？对，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他第一个他是在不知道警方的部署的情况之下，自己就观察到在屋顶上，而且是很远的屋顶上是有 sniper 狙击手，对，狙击手的。然后呢，他甚至也知道说警方是会射杀他爸爸的，对于这件事情他其实都是了若指掌。这是在对，这完全是警方没有在讲的时候，他可以马上的意识到这种残酷或者是血腥或者是攸关生死的这种安全性的议题。对，这其实是天蝎座方面非常敏锐的一个算是直觉或者是天蝎座的一个天赋啊。如果说我们会觉得双鱼座是一种大爱的情操，很容易把很多事情看得很粉红，然后很浪漫。天蝎其实他是会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残酷。那而且天蝎座也会跟射手座，我们一般就是会把事情看得很正面、很乐天的这种，又完全是相反。所以为什么天蝎的下一宫是射手，射手的上一宫是天蝎，也是因为我们在讲12宫的宫位排序的时候，往往在连宫方面，他们会有互相解决或互相造成问题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会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反差。所以在最黑暗的天蝎之后，是最光明、最乐天的射手安排。最后一个我们要讲到这部片子的大魔王，就是最迷人的大魔王。对，前面1/2是声音演出，觉得他是一个阴险狡诈，但是一出来发现是个阳光大帅哥呢，也就是男神池昌旭。他声线听起来其实就不是那种让你觉得是大老粗或者是大魔王的那种声音，你听起来他就是从一开始的那个声音，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秀气的人的声音，而且就是你会发现从他讲话的台词或者讲话的语气里面，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头脑很清楚，冷静，然后对冷静你会觉得他是那种很冷静、很有智慧型犯罪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你会发现说他其实他就是很决断的，没有太多沟通的空间的，他不会跟你拉低赛的。骆师傅会觉得说这个魔王池昌旭他会是个什么样的星座特质？我觉得他光一亮相，我就会觉得他应该就是我们的宝瓶或双鱼的其中一个。反正 anyway， 他就是不会是火象星座的人，他一定是会跟比较水象星座或风象星座那种让人家觉得是干净空气感，或者是说比较不那么的阳刚的那种角色形象。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其实很清楚有条理，对，清楚有条理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宝瓶座的成分非常的高。我也是这样觉得他在最后他在电话里面讲说那些款项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就是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啦。对，他并不是用在自己身上，他是为了别人，然后而且他是一个受害者基金会，所以其实不管是用于别人或者是受害者这个形象，原则上都会跟双鱼有某种程度上面的关系。我又会觉得说会跟宝瓶再多一点的是什么？因为你在他的那通电话里面，你会发现说他其实一直是那个组织里面的筹备者，或者是智囊团，或者是做一些运筹帷幄的军师型的角色。这种是我们的宝瓶座在掌管的范围。宝瓶座它原则上它对于这种众生皆平等也会有一定程度上面的看法跟一定上面的想法。所以你觉得池昌旭的大魔王他会是宝瓶座？对啊，而且因为最后我会在双鱼跟宝瓶之间做决断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原谅是懦弱的人才会做的事。对，其实原谅跟宽恕其实是双鱼座总是会做到的事情，就是即便双鱼再怎么恨你，其实双鱼座他的心中就是软的但宝瓶座不是，但是宝瓶座他超越我们一般人的思想理解，而且他会为了更远大的一个理想，然后去做出再把情绪压到最低的一个低线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就是很所谓的文明或者是说非人性的一些决定，反社会，所以也就对，就是当他发展到极限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反社会情节。宝瓶座就是外星人，就是这样。好了，那我们把4个角色都分析出来了。第4个大魔王池昌旭的他的星座特质应该会是宝瓶座。我觉得就是因为像杰夫有讲过，就其实这已经是第2度、第3度电影，第3度嘛，2度吧。
原作翻拍1、翻拍2。OK， 第3部，第二部翻拍对。好，对，第二部翻拍。那其实如果说啦，我们把整个3部的那个坏人的这个大魔王的角色形象来做列别的话，其实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那其实从星盘上面大概也可以看出这样很有趣的一个巧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归纳的方法，我们请骆师傅来说一下。基本上我们如果说他要改编的话，我要说极速引爆是全本照抄炸掉银行经理，因为基本上其实都是一样的，还是有一些不同吧。不管是改编也好，因为原创它已经是就在那边了，对不对？我觉得在原创的炸掉银行经理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它的整个故事线，然后整个逻辑都非常的清楚。在极速引爆，它的逻辑上，因为经过了一些改编之后，我们会觉得它有一点，我是觉得它就变得稍稍有点格格不入。其实改编的最好的是别下车。大家如果对这样的动作片有兴趣的话，我们先从极速引爆开始看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去比较一下其他的2部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公平的，还蛮有趣的，会很有趣啦。如果大家在这个微解封的状况之下，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话，我觉得极速引爆是一个很抒压的电影。的确呢，就是不管好人坏人都让你怦然心动。不是啦，就是颜值满分，然后爆炸也是有啦，然后有是紧张刺激也是有这部片。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听更完整、更丰富的一些讯息的话，也别忘了到我们 Podcast 解封吧耳朵的频道里面来听我们更完整、然后更深入的一些讨论跟比较。